你在专栏当中呢提出说，外籍移工才是这个磁场街的真正的主角。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讲磁场街，华社的民间都会说，那里是外劳街。过去的几年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中国的餐厅啊会进来。我觉得目前的政策呢是把磁场街打成 Chinatown， 是为了吸引中国游客。过去这个地方是华人移工生活的地方，今天它也是移工，只是它是更多元的移工。那么这个时候有没有可能这条街的本质它不是唐人街啊，它就是移工街？我们就不可以那么的狭隘，说这是唐人街，那么捍卫中文招牌，那么就是等于捍卫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我首相安华就是提说，雇主是需要给移工12%的公积金的这个津贴，最终是宣布降到2%的时候，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伪善的行为。你其实一直从头到尾就在想着是本地雇主的一个利益，你们没有想到移工其实他不会在这里退休，很多情况下他们因为政策的关系变成非法移工，因为这些移工没有选票嘛。对，只有这些企业老板才有选票，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政治人物常常都是跟着选票走。你好，欢迎收看BFN财经所制作的，由BFN财经所制作的。这是由 BFN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你好，我是能杰。那在开始看节目之前呢，记得一定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那么最近在网络上面呢，我看到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哦。这篇文章呢，它其实在讨论的一个议题呢，似乎是最近我们在磁场街发生的这个中文招牌的这个风波，究竟这个风波里面，它要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意义？谁才是这个风波里面应该我们去关注的一些主角呢？在这篇文章当中呢，其实他用一个非常特别的视角去切入啊，那里面可能也有探讨到说，我们如今现在的马来西亚人，特别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呢，我们是不是对于移工，其实我们也不是很尊敬他们，或者是我们对于移工的态度，是不是就像当年美国的白人对于华工那样子的一个态度呢？那么其实在这个文章当中也提出说，当我们在争论着华文招牌的象征意义的时候，是不是已经也忽略了今天的这个隐形群体，也就是在职场街默默付出的这一些的外籍移工呢？我在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呢，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想要来问我们的作者，所以今天我就把作者找到我们的这个录影的现场，我们来欢迎这一篇文章的作者林南东。南东，欢迎你。好，能杰你好。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南东。那么我是在越南的冬天出生，所以我的名字就叫南东。那么我的父亲呢是在90年代的时候到越南去旅居了，在那里做生意工作这样子。那么我的母亲呢是来自越南北部河南省青莲县的人。那么她到河内工作的时候就认识我的父亲，所以就是认识了过后就是自由恋爱嘛，就相恋。那么我就在98年的时候就在河内出生了这样子。所以其实你的背景也是蛮特殊的，你可以算得上是半个越南人，半个马来西亚人。那你的国籍是马来西亚嘛？对不对？对，我的国籍是马来西亚。那么但是我在3岁之前，我的第一个就是学习的语言就是所谓的有人说是母语，就是越南语。因为我是跟我的外公外婆一起住的，所以但是这一段记忆呢，3岁以前的记忆其实它已经不存在了，不是不存在啦，可能它被压在我的潜意识里面，所以它影响了我长大以后的一些思考这样子。其实我在读你的文章的时候呢，我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啊。后来才发现说，我们都是在某个定义上面里面的这个 third culture kids 啊，就是我们有着第三文化的背景。像我的妈妈是台湾人，爸爸是马来西亚人，所以像我们这样子的背景，是不是会比较能够去抽离比如说本地的华人本位的这样子的一些思考，去看待一些问题？你觉得是这样子吗？我觉得绝对是啊，因为比如说从小我都看到我的母亲，她可能在语言上面可能没有像本地人那样的熟练流利，所以我就会发现，包括他去跟家里的人沟通还是在外面工作，他都会遇到很多问题。那么我的家里的情况就更加不一样了，我相信是跟其他的可能华越在马来西亚的华越混血家庭会更加不一样，就是因为我的父亲也是说越南语的，
他跟我的母亲在结婚之后呢，在马来西亚回来马来西亚生活之后，他都一直在用越南语跟我母亲沟通。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都知道我是生长在马来西亚华社，念的是华小，所以他们都会跟我说华语。但是越南语这个事情，它一直都是我的很熟悉日常的一个语言，所以每当出去点餐的时候啊，我的父亲都会先问我母亲用越南语哦，在那个 waiter 面前，所以我会觉得有一种很抽离的感觉。然后我在看待任何事情的时候，包括去学校，我都会说，我到底要填表格的时候是填我是亲呢吗？还是我要填 line？ 所以小时候会很有童真嘛，就会问老师，但是得到的回答都是，你是亲呢啊这样子。现在如果再问你同样的问题的话，你应该就没有会毫不犹豫的说我是马来西亚人，还是你对于自己的身份的认同到底是怎么样子来定义的呢？这个是一个我在小时候有常去思考的，但是因为那时候可能知识的储备不足，然后有很多问题是没有办法去用一个可能有脉络的或者是很结构性的问题去看的，所以那时候我想的就没有那么多啊，我就觉得很困惑而已。那么长大以后我就是有阅读有了解了很多议题之后，我发现其实人的认同他有没有可能不是那么绝对，一就是华人，要不然就是越南人，其实没有那么绝对的，我们可以有多元认同，包括在不同的认同上，包括性别或者是族群，其实我也不一定要认同我是马来西亚人，我可以觉得我是世界公民一个地球人这样子。我觉得这些认同都是有很多层次，是像一个同心圆一样，你可以是里面是什么，或者是你在不同的情境里面它又很不一样，它像水一样。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必要去很强调自己到底是什么人，也有可能我们是我们自己而已，然后每个人都很特别，只是看你有没有去看到这一点。有时候我在想说，这种多元的认同会不会是我们马来西亚族群问题的一个解方？因为我们常常都会分你我他，你是这一族，你是这种人，你是那个国籍的人。当我们有这样子的分别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你跟我不一样各种各样族群的问题。但是当我们允许有多元的认同的存在的时候，会不会它能够更多的来解决我们一些族群的矛盾呢？我不晓得，这可能也我们可以继续的探讨啊。对，其实现在在马来西亚，或者我应该说在吉隆坡，这个越南的社群它大吗？大概因为我相信你一定很常跟他们接触嘛，可不可以来跟我们讲一下大概这个社群有多大？然后其实它都有一些怎么样子的人生活在这个马来西亚的越南的社群里面呢？那么马来西亚越南社群呢，它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大概90年代或是00年代的时候，其实是大多数都是一开始是移工，然后到后来是开始有外籍配偶，而且因为越南的文化和华人的文化其实蛮相近的，所以就会有很多在马来西亚可能男性就是无法找到伴侣或者是成家，他们就会选择就是通过婚姻介绍这样子来认识到越南的女性。那么大部分是在南部地区的，他们那边也比较贫困一些，所以他们有一个叫做就是婚姻移民这样子，他们都很会去尝试，都会过来这样子。当然也是会有很多是所谓的可能透过一些不太好的方式啦，可能不是自愿的也是有的。所以到那个时候呢，就逐渐这个社群越来越强大，然后也因为外配的关系，所以过来以后，他也叫了家里的一些亲戚朋友过来做义工工作这样子。所以这些社群里面呢，它不只是所有都是跟华人通婚的，有一些也是跟马来人，所以就是穆斯林。所以他们过来过后就会成为穆斯林，然后包括印度人也会有。所以在这个社群里面呢，10多年10年的时候，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妇女的时候，他们在大使馆底下就有举办了就是成立了一个叫做越南妇女会。妇女协会这样子就是培力这一些在我们马来西亚的越南的就是姐妹啦，就是一些外配处理一些问题，可能是证件上的，可能是申请这个永久居民证的，因为如果没有永久居民证在这里是非常不方便的。社团工作它只会照顾到可能在吉隆坡地区的一些越南人，那么在柔佛或者在一些可能在布劳邦狗
这些地方我都有去过，我都有发现，那边都有很多的越南的朋友，他们在那里生活，因为特别是在新村或者是在一些岛上。都是人口往外移的嘛，华人都是想要去城市，所以就是他们要找伴侣又找不到的时候，通常都会去找就是越南的朋友过来，就是通婚这样子去结婚，所以有非常多的在这些新村的小孩啊，包括是在岛民啊，就是他们都是有越南的母亲这样子，所以这个越南社群它非常的多元。确实，其实现在我发现说，在马来西亚，我们常常包括在教科书里面，我们提到的都是3大种族，但我们不能够忽略说，其实在马来西亚，我们也有新住民，其实包括了像是越南的群体，或者是柬埔寨的群体、移工的群体等等，其实都是来自各个国家。其实我们似乎在我们的社会的议题的讨论当中，这些群体似乎是被销声匿迹的。我们似乎一直不断的将很多的讨论都集中在这3大民族里面。不要忘记了，我们还有原住民，我们还有新住民啊。所以，其实今天我想要请你上来，就是从你的这个文章当中来开始，作为一个出发点来讨论啊。那其实你告诉我说，你也是最近才刚刚开始写专栏，那我想说，哇，一个专栏的新手居然可以写这么深刻啊，让我觉得非常的佩服以及羡慕。可不可以来谈谈你为什么会写这篇专栏啊？你在专栏当中呢，你用这个《唐探1900》的电影的这个台词引发了一些的思考，然后你在文章当中也提出说，外籍移工才是这个磁场街的真正的主角。这个其实跟我们认知到的这次的这个磁场街的华文招牌的争议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可不可以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思考？这一篇文章其实也是算是集合了我一些过往的思考，那么有点像是借题发挥嘛，因为大家在谈中文招牌长磁场街的时候，其实一直都在谈就是政治方面的，或者是一些舆论战啊这样子的，但很少人有关心到移工这个群体，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讲磁场街，民间啦，华社的民间都会说，那里是外劳街，就是很多外劳，然后很什么，就是用这个来嘲讽这一条街这样子。如果在过去的几十年没有这些移工去当就是充当这个劳动力的话，可能这一条街那时候何去何从我们不知道。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当在谈论这个街的时候，移工是一个很重要需要关注的东西。是，我注意到，其实你非常谨慎的选择词汇啊。其实我刚才很像有提到外劳这2个字，其实现在也有人在讨论说，外劳这2个字其实可能对于移工是有一些的贬义的啊，所以最好还是要用移工比较好。对，那你自己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词汇上面的选择，你的看法又是什么呢？好，我相信移工这个词在华语世界里面，它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词是来源自台湾。他们一开始在那边，他们有很多这个移工权益的运动，他们有很多书写很多论述，所以开始他们的媒体也是用外劳，因为后来外劳是跟很多负面的新闻挂钩的，然后包括就是有各种的渲染啊什么的，所以就会导致在台湾那边他们就是开始用移工。我从一个比较语言的方式呢，就是来分析，就是说外劳这个词其实是一个在市场经济里面的一个语境会用到的，就是说外劳就是你把它看成是劳力，就外来的一个劳力去帮助你去达到你的经济目的。对，达到你的经济目的。所以我们这边华人都会用外劳，因为华人很多都是老板啊，华人很多都是雇主啊，所以他们叫外劳。所以在用外劳的时候，我们很难会看到他们人的那一面。但是我们用移工的时候，他们是移民过来的，他们是移籍过来的，所以他们是处于弱势的。那么工人呢？工人就是我们时常说工人权益，甚至在我们华社的背景里面，早期的时候我们也是有为这个工人权益去抗争的。所以当我们用移工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看到他的权益，比较容易看到他们作为一个人的一个尊严。所以在谈议题的时候，我们用移工就会引导我们的思考到一个比较把他们看作主体的一个状况。在马来西亚其实有很多的老板都是华人啊，那华人也在马来西亚的社会结构里面，其实我们可能也是处在一个可能经济比较有优势的一个族群。当我们在一个优势的地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没有把这一个付出劳力的人把他当作是一个工作者或者是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的时候，你在专栏当中你也提到说，历史上面的华工，当初有很多的华人可能到欧美国家
美国、欧洲他们去打工的时候，很多其实是黑工，然后其实你说，其实现在很多的外籍移工在马来西亚的处境，跟当初华人在美国的处境是很相同的。对对，我提到的这一点，但是其实，如果我要诚实的说，如果是说当年华工所面对的情况，它可能是比我们这里的移工更糟糕。可能当时候我们会有漫画，就是美国会有漫画去恶搞他们啊，或者是会有各种各样更夸张的一种压迫这样子。当然，因为我们现代世界的进步嘛。所以马来西亚也是有一些人权法律啊什么的，我们不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但因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艰难的地方，都有每个时代的一些边缘群体。我希望可以唤醒我们的华人的朋友吧，就让他们可以认知到，其实我们跟他们是有连接的。甚至磁场街那一带，可能以前也是华人的移工，早期的华工所生活的地方。对，你会不会觉得说，其实华社其实对于中文招牌有没有被拆除是非常的敏感的啊？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职场街很像本来就是，其实我觉得那个潜台词有的时候就会变成说地盘论，这个地方很像本来就是华人的地盘，所以要有华文的这个华人的文字出现在这个地方。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去讨论到更加的多元、更加的包容的话，其实现在职场街它有很多的移工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工作。我们要如何让这个地方真正的达到多元以及包容？在目前的职场街呢，就或者是现在叫唐人街嘛，其实在过去的几年，其实政府有很多的，或者是华社有很多的这些想要改变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中国的餐厅啊会进来，它就是英文叫做 Chinatown， 所以他希望这个地方就是变成就是有中国风味或者是华人风味的这种，但这一个里面的概念可能有混淆的地方，我们可以再讨论。但是根据这个文化工作者陈雅才老师呢，在《新洲日报》的一个专题报道里面叫做《叶雅来新发现》，他其实提到唐人街这个概念呢，它其实是来自西方的概念，就是因为在一个地区或在一个国家里面，华人特别少，所以他把所有的华人聚集在一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叫唐人街。但是其实在吉隆坡，华人的比例可能是接近一半了。所以那个所以职场街它不能完全称作一般意义上的唐人街，所以我们会用磁场街嘛。磁场街是当年叶雅来在那里建设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木俗的磁场所定的一个名字，所以叫磁场街。所以就是我很认同陈雅才老师的这个观点啦。所以我觉得目前的政策呢，是把唐人街打造成 Chinatown， 就是把磁场街打成 Chinatown， 这个是为了吸引中国游客去那边，或者是其他的游客去那边。所以我觉得当华人在用多元文化来标榜自己的时候，很多时候他的潜台词，我要捍卫我们，因为我们华语就是作为三大种族的一部分，他没有办法逃出这三大种族的这个框架，所以当他谈多元文化的时候，他还是在这个框架里面去谈多元文化。那当我们要谈一个比较普世性的时候呢，我们看真正的一个情况，在那一带在磁场街周围那一带，我们叫做 Kota Raya。Kota Raya 那一带呢，是有菲律宾人的一个移工的一个聚集地，对，一个社群，有孟加拉人的，有尼泊尔人的，有缅甸人的餐厅在那里，他们有卖他们的杂货，他们有他们的生活的一个痕迹。所以我在文章里面就有提到，过去这个地方是华人的一个移工的一个生活的地方，发展的地方。那么今天它也是移工，只是它是更多元的移工。那么这个时候有没有可能这条街的本质它不是唐人街啊？它就是移工街。所以当我们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在又要跟多元文化牵扯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那么的狭隘的去说这是唐人街，那么捍卫中文招牌，那么就是等于捍卫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除非他没有把移工或者是他们所谓的外劳
看作是人，他只认为是劳动力，所以他们不是人的话，那文化也不存在了，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你刚才讲那段话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特别是值得华社来思考，我们究竟有没有把我们在马来西亚不同的社群生活在这块土地的人当作人来看，并且去接纳他的文化以及展现他的文化。其实我们看到台湾他们做得非常的好，他们是愿意接纳所有的外籍的移工，然后呢甚至将他们的文化去融合在台湾本地的文化当中，然后形成一个很特殊的文化的时候，其实它是非常吸引人的，也能够让大家更去关注到马来西亚这块土地。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问题哦。你其实在文章当中有指出说，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观念其实是一种狭隘的多元，为什么你会这么说呢？其实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要用一个我们从小听到大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旅游口号 Malaysia Truly Asia， 对 Malaysia Truly Asia， 华语是叫做马来西亚亚洲魅力所在。这个是马来西亚旅游局很多年用了很多年的一个口号。那么接下来在2026年其实也是马来西亚的旅游年，所以我家里其实也是从事旅游的，所以我从小对这个口号我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我们很多时候把马来西亚的多元化看作一个名片，就告诉外国人，就是说，我们马来西亚是多元文化的，所以看起来你来这边也不会受到歧视之类的。我们很多时候把游客想成是一个贵宾，但是我们没有想过，其实移工他也是来这边旅居的。旅居的意思是他不只是来这边工作，他也来这边也是旅游，也是一种从别的地方过来认识到马来西亚。很多时候他们也是第一次来马来西亚，但我们不会想到我们怎么样让这些移工留下好的印象，因为他们也是会为我们建造口碑的。我们会看到啦，就是在旅游方面，我们会有部长就是去机场，就是去营救这个可能被拘留的这个游客。是，我们也会看到有议员会在国会上面去捍卫说，中国人在那边挥中国国旗，它其实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交流。但是我们很少会看到，就是有哪个议员或者是有哪一个政治人物会去这个移民局去为这个移工说，我们要捍卫他们的权益。对，我们很少会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很害怕失去游客，很害怕失去外资，但是我们不害怕失去移工。对，我们不害怕失去移工，我们也不想让他们留下好印象，但我们就很介意说，我们特别是华社，我们时常会说不要给游客留下不好的印象这样子。但是对于移工呢，其实我们就是简单来说，我们只把它看成劳动力而已。殊不知，即使这些移工，他对马来西亚的经济贡献也是非常的大。有的时候真是不亚于游客的。对，而且我认为说，一个国家它是否真的是进步的国家，你可以从他的国会议员当中来去观察，有没有国会议员为了移工的权益来捍卫移工。其实我在世界上很多先进的国家的国会议员，你可以看到有不少的国会议员是出来为移工捍卫权益的。我们马来西亚有没有这样子的政治人物？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有，但是通常如果有的话，通常也是会跟本国利益会有一点挂钩，他们才愿意站出来这样子。是，我们真的是要迈向先进国的话，这个部分的话，可能我们要多加的思考啊。其实我们回过来谈哦，就是说华社其实一直都在强调说公平竞争跟多元共存的重要性，但是在面对外籍移工的议题的时候，其实为移工站出来的人其实真的不多你觉得这其实会不会是有一点矛盾在里面呢？在马来西亚的移工的人数非常多，所以其实大家都会已经有普遍的一个印象，就是说移工是为我们国家带来麻烦的。所以在目前的数据啦，官方的数据，马来西亚市的移工是有到2368422名，那么是占了这个总人口的就是总劳动力人口的14%。在这个情况里面呢，我们会认为，这些移工延伸出来的非法移工的问题，导致到马来西亚现在的乱象，所以政治人物跟媒体也时常去渲染这一点，所以我们很难会发现有哪一个国会议员愿意去淌这一趟浑水。就是说，如果你去真的为移工去发声，其实对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是作为一个在马来西亚社会里面的人，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做法吧，这样子。目前就是最近有一个政策，就是说叫做
我们华社称作就是外劳公积金的这个政策。是对这个政策呢，就是提到说，一开始是由首相安华就是提说，我们的雇主是需要给移工12%的这个公积金的这个津贴，意思就是说，除了1700令吉的最低薪金之外，他们还要就是再加多12%的到移工的这个公积金的户口，所以这一个东西呢，在华社里面引起了很大的反弹，因为增加成本嘛。对，所以有很多的这个，特别是华人的议员呢。因为华社就是雇主比较多的，所以就有华社的议员就是在国会里面，就是说把这个百分比减下来啊。比如说行动党的这个罢演国会的议员林冠英呢，就有建议说，雇主应该把就是非公民的雇主只需要缴纳5令吉而已，那么剩下的11%要由移工自己从自己的薪水里面扣出来。那么他也就是强调，就是说，因为首相有提到为什么要把这个公积金的百分比提到是12%，因为这个是有这个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如果我们不这样子做的话，可能会受到制裁。那么这位议员呢，他就提出，2003年的时候，新加坡也是不遵循这个规定，但是其实没有受到任何的制裁和对付。他甚至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的特朗普，他甚至是退出很多的国际的组织，其实也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所以他要质问我们的首相，就是说，美国人民那么保护他们的人民的权益，美国的国会那么保护人民的权益，那么为什么马来西亚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谈移工的时候，或者是他们所说的外劳的时候，他们只会想到的是我们作为雇主的利益。但是在这个事情发生后的首相宣布 ，OK， 最终是宣布降到2%的时候，这个大麻厂商联合会呢就站出来说，赞扬政府的决定，这是非常好的决定，因为你们有听取雇主的意见，所以让这个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因为这个有保障到移工的这个利益，给他们有公积金，那么有一些公积金的一些百分的一些回馈这样子。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伪善的行为。就你说你其实一直从头到尾都在想着是本地雇主的一个利益，但是你们从来没有去问过、咨询过移工，你们没有做问卷调查，你们也没有问过关怀移工的组织，所以你们没有想到移工其实他不会在这里退休，可能而且移工很可能很多情况下，他们因为政策的关系，他们可能变成非法移工，那么那些留在里面的钱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这个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是一个问题啦。对，因为这些移工没有选票嘛，对，只有这些企业老板才有选票，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政治人物常常都是跟着选票走。但是我还是要说啦，我们的国家能不能够被视为是一个进步的国家，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就是政治人物有没有一些的政治意愿去做一些对的事情，跟选票没有关系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才能够看出这个政治人物的高度哦。但我们先不论政治人物的高度，有的时候常常我们在节目当中讨论移工的议题的时候，我都会看到一些很可怕的留言哦。那再让我感受到说，我们可能对于人权的议题还有意识上面，真的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这些可怕的留言还包括了有些人会说，我们自己都顾不好自己，哪能够去关心这些移工或者是说他们反正就是在他们的国家也过得不是很好啊，那么他凭什么在我们这里过好日子等等，这些我都觉得是蛮可怕的留言啊。希望我在我们这一集下面的留言，这一集下面不会再出现这些留言，大家去好好的反思设身处地的去为这些外来的移工他们的生存以及他们在这边的福利去多做一些的去多关心他们吧。说到关心他们，你觉得说其实身为马来西亚的公民，不管我们是华人也好或是哪一个种族都好，你觉得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去让这些移工在这边过得更好，或者是说你有没有观察到在国际间有哪一些比较好的做法是我们可以去来效仿的呢？我最近有观察到，就是在韩国嘛，他们有一个就是2024年的最新的经济政策。其实他们在韩国，他们的那个出生率非常的低。他们其实在2023年的出生率只是有0.72%，所以他们面临很大的这个劳动力缺口的问题，所以他们很积极的，他们像招揽游客一样去招揽外籍移工这样子，外国的人口是达到245万的，所以是占了
百分比是他们的韩国的百分比是5%这样子。OK， 所以为了打造这个移民友善的这个一个社区一个国家呢，他们有做了一些努力，就是说他们的地方政府可能像我们这边的那个 Perbandaran， 他们会创办这些语言学校，让这些移工可能在休息的时候，可能周末可以去学韩语。对，那么一来呢，这样子就可以让这些移工更加的融入这个社会，他就减低了自己被歧视的这个情况。但我们要知道，在韩国，我有朋友是在韩国念书，也有在那边打工，他告诉我说，那边其实是非常的歧视的，因为他们是单一民族。但是只要政府有做这样的一个措施的话，其实就是可以让到民间更好的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去不歧视他们，或者是跟他们比较友善的相处。那么如果我们不要谈政府的话，我们谈民间，我们可以怎么做？然后我们再从中去看，我们可以去协助他什么部分，可能是语言的部分，或者是一些日常的，可能搭巴士。我可以看到比如说我拿一个例子，就是 Selangor， 就是有个 Smart Selangor Bus， 我是住在嘉颖那一带的。其实很多时候我是搭公交的一个分子啦，所以我时常都搭公交，我都看到很多移工他们在那边等了1-2个小时，结果到了那个巴士到了以后，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下载那个 app， 他们也不知道有这个 app， 所以他们就白白等了那么久。然后司机也会告诉他，其实你就是他们不会讲太多了，他就把你赶走这样子。甚至我跟移工有互动，他会连我也一起骂这样子。所以是我在想的是，可能在这些公共交通上面，他们1周可能就只有1天这样可以休假，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帮忙？可能教他怎么下载那个 app， 因为在雪兰莪州他们是允许外国人去搭巴士的，只是你要输入你的那个护照的一些资料而已。但就是因为这一点没有得到任何的宣传，也没有也 NGO 组织也有心无力，也没有那么多的人手去做这些工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就是一个人民吧，一个生活的一个小市民，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去帮助他这些生活上的不便利。当然，这些首先就是要做到你不能歧视他那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因为你年纪非常的年轻哦，你似乎对于移工的问题、对人权的问题都非常的关心。你接着下来也是要去台湾深造是吗？对，然后也是要去研究做哪一方面的研究呢？就是我接下来是会念人类学啦。OK，就是在申请。为什么会选择念人类学？其实是因为我个人在一些工作，因为我在毕业之后就有加入了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工作，然后也是有在做一些社区工作。我发现到其实很多时候我小时候所有一些疑问，为什么我跟别人有一点不一样？包括我的名字就很奇怪，我的名字叫南东，其实不是一个典型华人有的名字。是，所以当我小时候思考这些问题，到我长大以后，发现其实族群的问题对我来说是有很多问题我要去解开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人类学或许可以解决我的一直以来的一些疑惑，这样子。所以我会选择做这一方面的一些研究。那我个人呢是比较想要做的是，像我这样子的华人的一个小孩，但是又是混血的这样，在华人的社群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自我认同，就是可能论文的部分我会想要做这一方面的题目这样子。有时候我会觉得马来西亚的族群问题如果是让上一代的人去解决，真的是没有办法解决，因为大家有太多的既有的观念以及包袱。所以我常常就在想说，真是很期待你们年轻人可以有年轻的智慧、新的智慧去来解开马来西亚的这些族群之间的问题那其实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你似乎是想要来借着一首诗吗？你要朗诵一首诗，然后有一些这个诗里面的一些意境，你想要来表达给我们的、传达给我们的观众的。对，因为刚才有提到我的名字叫南东嘛，其实这个名字是我的外公为我取的。我的外公其实是一个在越战时期，他是北越的那边的军人，他是一个军医。但是他在入伍之前呢，他其实是很喜欢写诗的，但是因为可能整个社会处境的问题，他没有办法去持续他的这个文学的梦想，所以他就在做军医的时候，在战场上的时候他就写诗。所以我这边其实也是有带了他的
诗集，这个是副本。我从小的时候，我一直不知道我自己的名字是怎么来的，我的母亲也没有跟我强调，所以在小学的时候啊，有一些师长，因为我小时候不喜欢做功课，所以他们就会说，林懒惰，就是我很懒惰嘛，就是林南东谐音林懒惰。然后上中学的时候，有人会用马来歌谣来形容我的名字，叫做林刚刚贡。不过你们听过，就他们就说林南南东这样子，就是来就是这样说。马来语跟华语都有来定义我的名字这样子。Okay, 当我而且带着一点点揶揄的感觉。对。所以当我长大以后，我开始去问我的外公。我回去越南之后，我问我外公，为什么我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那他还告诉我，是在越南的冬天出生。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往东南亚的南部去生活的，所以我是有一个移居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从这一点看到我外公作为一个诗人，他取这个名字就简单的2个字，他让到我在一个自我认同上面，他有影响的非常大。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的外公有在战场上写的诗，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然后今天分享的这首诗呢，它叫做思乡越南语叫做nhớ quê，就是他当时候在顺化回这个地方的战场的时候，他已经经历了10年的战争，所以他非常的思念他家人，然后又没有办法回去，所以我想要借用这一首诗去声援，就是说现在目前世界上的可能军人啊，可能在乌克兰或者是在哪里的军人，俄罗斯也好，就他们面对的那一种没有办法回家的，包括难民，包括移工，包括可能有一些外籍配偶，他们远离家乡到别的地方生活。我想要借用这一首诗去声援他们。那么这个也是我感谢我的外公，他作为一个诗人，他为我取这个名字，影响我今天的一些想法。好，所以我现在为大家用越南语来朗诵这一首诗。Bài thơ nhớ quê. Chiều về rừng núi âm u, người buồn thấy cảnh chiến khu càng buồn. Nhớ quê, lòng thấy bồn chồn. 10 năm rồi đấy, vẫn còn là đây. Ước gì có cánh mà bay, về thăm cho thỏa bao ngày nhớ thương. Nhớ từ hàng cỏ ven đường, nhớ từ sân bóng mái trường học xưa, nhớ từng buổi sáng chiều trưa, nhớ từng mối búa cơm dưa nhà phần. Nhớ quê, nhớ những bao lần, nhớ ngày còn nhỏ, cởi trần móc cua, tát giòn, đánh dập, nua đùa, trân trâu, cắt cỏ, mỗi mùa cạnh vui. Nhớ sao? Nhớ hết mọi người, nhớ từng giọng nói nụ cười trên môi. Quê hương yêu dấu ta ơi, yêu quê sao? Nhớ những bao người thân thương. Chiều về trên cảnh chiến trường, mà sao thấy nhớ quê hương lạ lùng. Thừa Tiên, Huế, ngày 10 tháng 5 năm 1973. Tác giả nhà thơ Lê Khắc Trung. 谢谢，感恩mọi người。今天非常谢谢南东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好，谢谢能姐。不晓得大家对于今天南东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有什么看法，都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下面来留言，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记得订阅、按赞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财经所有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